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我对公司情深意重，却惨遭背刺。上司的错误代码导致游戏停服，却都推到了我的身上。他坐在我对面，趾高气扬，都是你的问题造成了公司的损失，识相点就快点收拾东西滚蛋。被裁后，上司买通人盗取我在新公司的设计稿，我将计就计，让老东家损失惨重，直至破产。上司失业后点头哈腰的来面试，而我坐在了他面试官的位子上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昨天熬夜修 bug 到凌晨2点，早上起来困顿不堪，我嚼着凉了的油条，在茶水间打了杯咖啡，勉强清醒了一些。打开电脑，点完签到，OA 上炸出了虚拟烟花，提示欢迎我加入公司，已经10周年，感谢我为项目的辛勤付出。我笑了笑，我华清大学计算机专业研究生毕业之后，就一直在这家公司上班，每天9点上班，9点下班，要是遇上 bug 还得修到半夜。但是好在，因为我经验积攒丰富，前些天 HR 暗示我要升职了，吴晨来我办公室一趟，看了 HR 的消息，我整个人感觉疲惫一扫而光，终于要通知我了。我站起身，伸了个懒腰，拍了拍隔壁坐的好哥们李阳，老弟，晚上别去食堂了，出去吃饭，我请你。李阳乐呵呵看着我，吴哥，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？我神秘的笑笑不说话，迈着愉快的步子到了 HR 的办公室，打开门，不仅有 HR 刘姐在，上司张德也在，我心里咯噔一下。刘姐指了指对面的位置，让我坐下。吴晨啊，前2天因为你的代码问题，造成游戏停服，给公司造成了几千万的影响，所以公司决定和你解除劳动合同。我定睛一看，而后转头看向张德，张总，这不是你前几天写的吗？张德把面前的文件夹往我面前一砸，你胡说什么？这几段代码服务器提交的记录可都是你的账号，你现在推给我。我打开了文件夹，上面列得清清楚楚，我的账号在前天的几点几分上传了这些代码。但是张总，是你来项目的时候说这次版本着急，你去申请账号耽误时间，要先用我的账号。张德是空降来的组长，总部说他履历优秀，在多家公司都有研发经验，所以虽然才毕业没几年，直接过来就是组长。他来了之后遇上迭代要上线，所以说借用一下我的账号，节省时间。这都是你的一面之词，你有证据吗？我明明有自己的账号。说罢，他拿出手机展示着他的账号，没想到被他摆了一道。我压抑住怒火，靠在椅子上不说话。我之前就是太信任他了，没有做到工作留痕。我们当时口头交流的，我俩之间没有任何聊天记录。张德趾高气扬地看着我，都是你的问题造成了公司的损失，识相点就快点收拾东西滚蛋。看来这不是一时起意，张德一定想让我走很久了。我继续留着在他手底下做事，就算能继续待在公司，也肯定有很多案件在等着我。想定之后，我把文件夹推了过去，要我走可以，你们这是非法解除合同，我要求2N。张德一听就炸了，就你这还想2N？公司没起诉你，赔偿损失就不错了。刘姐这时候出来圆了下场子，吴晨，你对公司的贡献，公司都看在眼里。不过你这次确实给公司造成了损失，只要你愿意现在签字，我去和老板申请 N+1。张德听了就急了，还想说话，刘姐制止了他。离职是以我们 HR 这边
都专业处理的。张总，您有意见可以向上反馈。张德一听，重重地砸了面前的文件夹，转身离开了办公室，砰地关上了门。看张德走了，刘姐叹了口气，劝我签字。哎，吴晨啊，姐也知道你这次可能是有委屈，但是张德是上头的人，他如果要让你走，你肯定待不下去的。不如签了字，拿着钱去找别的工作。事已至此，我也不多说什么，签了字。我出来的时候，看张德在通道口等着我，见我出来了，他上来拍拍我的肩，口气轻蔑：“吴晨，哦，你35了呀？我称呼你一声吴哥，哈哈哈。你说你这35了，出去还能在互联网找到什么工作呀？谁要你这种高龄码农啊？哈哈哈哈哈！要不我帮你问问公司行政保洁还有空位没？你天天来我办公室倒垃圾得了。”看着他嚣张的样子，我一把拍开他的手，真想撬开他脑子，好好看看里面到底装着几坨屎。我第一次看到为了陷害人，以停服作为代价的。你是不是不知道停服会流失多少玩家？张德无所谓的笑笑，游戏嘛，偶尔出个 bug 不是很正常的事。再说你昨晚也通宵及时修好了，哈哈哈。这么一说，还真是辛苦你了。他一定不知道，在不久的将来，因为他的这种行为会得到整个公司为他陪葬的代价。我不想再忍受他的阴阳怪气，直接推开他，回到了我的工位，开始收拾东西。李阳看着我的动作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张德跟在我后面大言不惭：“吴晨因为出了严重 bug， 所以被开除了。你们最好也注意一下你们的代码质量。这人蠢是真的蠢啊！所有人都知道这些代码是他写的。他还这么说，不是摆明了让大家知道我被陷害了吗？我看他以后这个队伍还想怎么带？”组里的同事们听完，都担心地看着我。毕竟35岁在互联网找工作是个坎，很多公司都不招35岁以上的。但是我一点也不担心，因为行业龙头 T 厂早在1个月前就有猎头高薪挖我了。只是我对这个公司干久了有感情，所以没及时回复。我收拾完东西，转头和大家道别，我先走了，有缘再请哥几个吃饭。我一出公司就给对方的 HR 年威打去电话，对方今天请年假了，约我明天见面。我回家看了看衣柜，全都是土气的 T 恤和格子衫。这么多年一直责任感太高，随时关注着 bug 状态，甚至周末都随时来公司填漏洞，自己的生活都被打乱了，结果就只得到这种下场。想了想，我决定先出门逛逛。刚到商场，听到一个妹子的声音喊我：“哎，吴哥，好巧啊！”我转头一看，这不是年威吗？大大的眼睛，海藻一般的卷发，心好像被撞了一下。家里其实催我找对象，催了很久了，只是一直忙于工作，连相亲都没什么时间。见我愣了神，年威拿小手在我眼前晃了一下：“吴哥。”我赶紧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：“是啊，好巧，你怎么在这呀？哎，还不是我妈要我出来相亲，烦死了。”年威说完，吐吐舌头：“怎么办？”我感觉她更可爱了，感觉自己的耳朵都有点发烫，我的心又猛猛跳了一下。这不是要去你们公司面试吗？我就想着出来买几件衣服，正好，要不你帮我当下参谋？还没等我说更多，我妈给我打来了电话：“晨晨啊，你张阿姨给你介绍了一个姑娘，和你一个城市，你什么时候有空啊？去见见，别再说你忙。你下个月过完生日就要35岁了，你要是不去见，下次放假别回来了，因为下一段工作还没落定，怕家里人担心。”
我就还没和他们说被裁员的事儿，想着正好现在有时间就去见一下吧。约了妹子在一家西餐厅相见。晚高峰太堵了，快车和出租车实在打不到，我就打了一个专车，结果打到一辆保时捷，不知道是哪家少爷出来体验生活吧。我找到桌后坐下的时候，姑娘已经到了，长长的头发，整个人很温婉。我俩互相做了自我介绍，妹子开门见山就说：“我和其他姑娘不一样，我不要彩礼，只要人好就行。”我不赞同的摇摇头，没事，如果我俩真的成了，该有彩礼3斤，我家是不会少的。毕竟你们家养大你也不容易。妹子听完，眼睛更亮了。我听我婶婶说，你现在是大厂的程序员，那可是高薪工作呀。我只有一个要求，结婚后我不出去工作了，我想当全职太太。我算了算新公司的工资，感觉养活一家问题倒是不大，但是可能也给不了他多少零花钱。妹子继续说，我会在家好好照顾家庭，照顾好我们以后的孩子。说罢，害羞地低下了头。我觉得她是个好姑娘，也就把我现在的情况说了一下。不瞒你说，我今天刚被裁员了，但是我后面想说我的新工作找好了，还没说出口。妹子接过了话茬，没事的，相信你的财力，就算被裁员也能养活我们一家。我有些懵，不知道妹子在说什么，随便点了点头，想着明天要去面试，今天还是得早点回去做准备，就和妹子说我今天有事要早些离开，后面再找机会细聊。毕竟是第一次见面，出于绅士风度，我提出这顿饭我请就行。然后打开手机的时候，发现上一单滴滴专车的钱还没付，就先把钱付一下。妹子一声惊呼，刚才的保时捷不是你的车吗？我莫名的抬头看着她，点点头，对呀，我没有车。妹子沉下了声音，那你有房吗？我虽然听着有点不舒服，但还是回答了，老家有一套吧，这里没有，因为最近行情不好，我就没急着买房，都攒在卡里了，想着以后和对象定下来，再找个合适的地方买。但是这些我没有告诉妹子。妹子继续问，你都35了，还没房没车，还被裁员了，那你和我结婚，你刚才说的彩礼你能出多少啊？我的火气也被引了上来，这么看不起我，那还聊什么？我赌气说道，8万8。其实之前和家里商量过，彩礼这个事儿，到时候让女方提，只要我们能出得起，都可以细聊。妹子噌地站了起来，我觉得我们不合适，以后还是不要见面了，不见就不见。我付完钱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餐厅。第二天，我如约到了 T 厂，年薇接待了我。工作场合，她换了一套职业装，卷发梳起，整个人看起来利落又有吸引力。婴儿肥的脸和这一套装扮有一种神奇的协调性，可爱又迷人。她冲我甜甜一笑，说我的简历领导非常满意，今天大领导会直接过来面我，只要面试通过，这份工作就算板上钉钉。在会议室里，大老板 M 先生和我介绍了我的岗位要求，并询问我为什么一直在上一家公司一直没跳槽。毕竟这个行业跳槽已经是家常便饭。听我说我对前公司的感情之后， M 先生还惊讶了一下，表情感觉对我更为满意。小吴啊，现在这个社会年轻人都是为了钱，很少听到有人会谈感情，看得出来你是一个重感情的人。然后又打开电脑，让我现场演示了一下代码编译，还问了我一些业务相关的专业问题。告别的时候， M 先生甚至和我交流了一下工作室后期的业务动态。小吴，
我对你的能力非常满意，期待你的加入。感谢 M 先生的厚爱，我一定会好好努力的。看我俩打开会议室的门，年威立马小跑过来，一脸期待地问 M 先生结果如何。小年啊，你推荐的这个师哥确实很不错，可以走入职流程了。M 先生转头拍拍我的肩膀，你不知道小年已经和我力荐过很多次了，说你能力强，业务过硬，来了之后好好干。我听了 M 先生的话，有些惊讶，原来年威在背后帮了我这么多。年威不好意思的不说话，等 M 先生走远，他凑上来，师哥，你不认识我，但是我记得你，你前几年代表你们公司回母校校招，我见过你。我1.82米，他可能1.63米的样子，小小一个须须靠在我的肩膀。他说话声音很小，我顺势微微低下头，仿佛还能感受到他说话的热气蒸腾着我的耳朵。很久没有和女生这么亲近了，感觉自己的脸热热的，赶紧拉开了距离。记忆渐渐有些回笼，当时好像是有一个小姑娘扎着马尾，拿着一堆资料问我问题，最后在新员工入职的名单上我没看到她。时间久了，慢慢淡忘了，记忆里的面庞与现实中的年威慢慢重合。我笑出声来，原来是你呀！对呀对呀，师哥你那么厉害，我们老师有时候都会拿你举例子，说教过一个怎样厉害的学生。我一直都拿你当我学习的榜样。后来读了研，毕业的时候，你们公司正好那一年没有我对口的岗位，我就来替场了。听着年威的话，我仿佛看到了大学时候意气风发的我。那时候我是学生会主席，各种计算机学院要公关的场合都有我的身影，总能收到不同学妹递过来的情书。那时候觉得自己毕业后一定是有大事业的人，没想到这10年，我也慢慢蹉跎成了一个不怎么社交、只会码代码的格子衫土气男，怅然若失。当年是当年，我现在已经不年轻了，35了，还一事无成。我叹了口气，语气间满是沧桑与无奈。年威看着我的颓丧的样子，好看的眉头皱了皱。师哥，你不老，你还年轻，你那么厉害，你以后会更厉害的。说完，踮起脚摸了摸我的头。师哥要加油。我怔住了，看着年威，感觉心里平静的湖面被投下了一块巨石，满屏荡漾。我也站起身，摸了摸他的头。好的，师哥一定会加油。回家之后，我静待 offer。等待期间，我也没忘记学习业内的最新技术。AI 大模型现在已经是大势所趋，所有大厂都在布局，我不能让我的业务水平落后。傍晚的时候，年威打来电话，看着手机上显示他的名字，我脑海中又浮现出他可爱的样子，一定是要告诉我入职流程顺利通过。一接通，他语气焦急，师哥，入职出了岔子，被调出问题了。我脑子中白了一瞬，什么叫被调出了问题？师哥，都怪我昨天出差了，没跟流程，结果被调是组里另一个 HR 田姐去做的，好像是一个叫张德的接了电话，说你不是主动离职，而是因为业务问题出了重大 bug，给公司造成了1000万损失，所以被裁掉的。田姐就把这个问题反馈给了老板，老板现在对是否用你这个事儿不太确认了。年威喊我出去细细商量一下这个事儿。我赶到咖啡厅的时候，年威已经到了，可能因为来得及，卷发都没有好好的打理，披散在肩上。他看到我，眼眶一下就红了。师哥，都怪我应该先做完被调再出差的，现在给你添麻烦了。傻姑娘，怎么是你的问题呢？
是我没考虑到张德还给我留了这么个后手。我看着年薇着急的样子，再也没忍住，把她搂在怀里。没事，没事，不怪你，我们一定能把这个事儿解决。就算 T 厂这次我入职失败了，我还可以去别的地方投简历的。这话我只是安慰年薇，毕竟35岁在找工作，我也不知道后续会是什么情况。有那么一瞬间，我真的对未来没太多希望，但是这个姑娘对我那么有信心，我怎么忍心让她失望呢？被我搂住后，感觉她整个人僵了一下，然后抬手回搂住我。师哥，那个 bug 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不相信你这么厉害会犯这么大的错。我把事情大概的和他说了一下。年薇抬头看向我，师哥，当初这个事情你有录音吗？或者有没有其他人能给你作证？只要能证明这个事是别人陷害你的，我都可以去帮你和老板沟通。我们要努力争取一下。年薇这么一说，提醒了我。对呀，我不能放弃，我不能让张德害了人还过得这么逍遥，免得夜长梦多。我立刻联系了李阳。自从被裁后，我还没和他联系过。吴哥，什么事啊？李阳啊，就是之前张德要用我的账号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在边上？现在我的新工作出了点问题，你能帮帮我吗？吴哥，只要我能办到的，你直说。李阳是入职后我一手带起来的，现在听他这么一说，我感觉心里暖暖的。好兄弟就是好兄弟。我让李阳找一找有没有那段时间的聊天记录，我记得我好像有和他聊天的时候提过一些，但是我现在被移除企业飞书，所以没办法找聊天记录了。李阳很快就把一些截图给我发了过来，上面清楚写着，当时因为我和张德共用一个账号后出了一个代码覆盖的问题，我找他抱怨了几句。除了李阳，之前组里其他的几个兄弟知道了这件事后，也都找了一些相关的聊天记录发给我。吴哥，当时是你一步一步教我们做功能，还帮我们 review 代码，有什么要帮忙的尽管告诉兄弟们。还没等我感动完，张德打来了电话。哟，听说你新工作黄了呀？哈哈哈！华清大学的高材生也就这点能耐，还想和我斗？这不是瞌睡了地枕头吗？我打开了通话录音。你要不要脸呢？张德，是谁当初用我的账号上传了代码？那一堆狗屎代码你还好意思提？真不知道你的文凭是不是买来的？张德得意的大笑。那又怎么样？你有证据吗？你还不知道吧？咱们公司的董事长是我舅舅，我想填什么文凭就填什么文凭。谁让你们这个项目这么赚钱？要是提拔了你，我以后还怎么管理？我劝你，一把年纪，35岁了还什么都没有，干脆别在京都混了，早点回老家啃老去吧。说完，嚣张地挂掉了电话。我们这个项目确实是公司最赚钱的项目，起步早，玩家也都成家立业，正是有钱为游戏消费的时候，用户粘度高，所以每年的收入都非常稳，所以这才被张德看上，想要来直接摘果子。我顾不上想再多，把刚才的录音和聊天记录整理好给年薇发了过去。年薇很快打来电话，师哥，这些足以证明那个问题是你背锅了，我一定会好好帮你和老板沟通，要不我们直接把这段录音发到网上吧，一定能让张德付出代价。隔着电话，我都能想象到年薇那像小猫一样张牙舞爪的样子，那可爱的样子，我心里泛起阵阵甜蜜。我虽然丢了工作，但如果有了这样一个女朋友，怎么不叫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呢？微微，你先别急，我们现在还没有把她一击必倒的把握，
当前最重要的是把我的问题洗清，等我入职之后再做打算。好的，师哥，都听你的。经过年微的努力，T 厂最终还是给我发了 offer， 月薪是之前在 C 厂的2倍。老板甚至把我喊过去聊天，言语之间对我的遭遇表示同情。他早年也经历过办公室政治的伤害，所以非常能理解我的处境，让我放心在 T 厂干。T 厂给我的职位是一个即将上线的游戏主程。我到岗之后就马不停蹄地进入了工作状态，要把之前的代码仔细从头到尾看一遍，甚至拒绝了年微的约饭邀请。师哥，你为什么这么拼命呀？年微很不理解我的行为，毕竟刚到单位，很多人一开始都是闲散着适应的。微微，这个游戏就要上线了，如果我不把整个代码都看一遍，到时候上线出了 bug， 很可能就会造成游戏当线。刚开服就当线，会给游戏造成致命打击。我刚说完，听到了背后传来的掌声。我转头发现是 M 先生。M 先生一边鼓掌，一边笑着和我说：“说得好啊，小吴，你这种负责任的态度就是我们想要的，不愧是华清大学的人才，加油干！我相信你会不止于此。”我不好意思地笑笑，继续投入到代码中去。10几万行的代码，在我废寝忘食加班加点1个月后终于看完了，而且还发现了几个重大的 bug， 因为每个功能是不同程序写的，时间紧迫， QA 人手紧张， QA 每测完一个功能就去测下一个功能，没有进行回归测试，导致新功能的动到了旧代码也没有被发现，一旦上线，后果不堪设想。终于忙完了所有，我终于如释重负，可以有时间稍微休息一下。想着这次多亏了李阳他们还有年微，就给他们打了个电话，约着晚上一起吃饭。师哥，你终于想起喊我吃饭了，你等我熬，我换衣服就来找你，么么哒。听着年微的声音，我心里就很软，这傻姑娘一心一意地相信我，还为我出谋划策。我去花店买了一束花，我不能年微这么不明不白地和我在一起。我决定今晚当着我的好兄弟们的面给年微表白。李阳他们到饭馆的时候，我拿着花想象着一会儿的场景，看到他们到了，我赶紧取经。李阳，你是结了婚的，你帮我参谋参谋，我晚上想和一个小姑娘表白，你看我这花怎么样？李阳看起来整个人都恹恹的，感觉是勉强挂着笑和我说：“吴哥，这花挺好的，一会儿肯定能成功。”我拍了拍他的肩膀：“你小子怎么看起来不太高兴啊？和媳妇吵架了？”李阳不说话，边上的赵维忍不住开口：“吴哥，因为我们上次给你作证，被张德知道了，他找了个由头给我们都裁了，并且赔偿金也没有到位。李哥又没找到新工作，这个月的房贷有些困难，他媳妇在怨他呢。”我放下了花，心里有些不是滋味。好兄弟，这是因为我才落到这个境地，都怪我，都是因为帮我，你们才……我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我刚进公司，暂时组里没有招人指标，人都是满的，虽然可以内推，但是能不能成都是未知数。整个饭桌上都笼罩一层乌云。李阳一口一口地喝着闷酒，其他几个人也没什么话，每个人的神色都不太好。半个小时后，年微姗姗来迟，因为我想着要和兄弟们给年微一个表白的惊喜，所以和他晚说了半个小时。他到的时候，就看到我们愁云惨淡的一桌人，他们都在喝着闷酒，而我低着头不说话。师哥，他像一个小太阳一样出现在我身旁，我勉强和他笑了笑，失去了表白的心境。
只是拿起花递给他。兄弟们都因为我失去了工作，但是我现在志得意满，有了女朋友，还有不错的工作，我没有办法当着他们的面炫耀我的幸福。哇，好漂亮的花，谢谢师哥。年薇看着大家的表情，凑到我耳边悄咪咪问：怎么了师哥？发生了什么事儿呀？他们怎么都不太开心。我大概把事情和他说了一下，他义愤填膺地说了一声：怎么这样？我知道对年薇有些为难，但是我想了想，还是开了口：薇薇，你是 HR， 你看看你能不能帮忙把他们……我没有全部说完，相信年薇已经明白了我的意思。听到我的话，几个兄弟也都用希冀的目光看着年薇。年薇不好意思地低了头，声音低了下去：我只是一个 HR， 我没有权限把他们都招进来。听着年薇的话，几个兄弟眼神失去了光彩。大家都30多了，虽然能力不错，但是找工作太难了。但是师哥你可以呀。年薇话锋一转，声音又扬了起来，笑眯眯地看着我。我勉强挂着笑：薇薇你就别打趣我了，这会儿大家没心思开玩笑。年薇端起面前的饮料喝了一大口：我没有开玩笑，师哥，因为你这次对新游戏的贡献，老板准备要提拔你当新工作室的负责人了，你可以自己招人，组建你自己的团队。哥几个的眼里瞬间就都点亮了希望，都目光炯炯地看着我。我忍不住抱着年薇狠狠地亲了一口：薇薇，你真是我的福星。吴哥，你今天不是有话要和这个小姐姐说吗？问题解决。李阳几个一扫之前的颓丧之势，开始对我挤眉弄眼。我看着年薇那双满满都是我的眸子，呼吸都放轻了几度。我小心翼翼地拿起之前的花，拿出花中心藏着的手链：薇薇，做我的女朋友好不好？听我说完，哥几个开始起哄，而我屏住呼吸，等待着年薇的回复。虽然心里已经有了把握，但是还是想听他亲口告诉我。年薇一下亲上了我的脸庞：师哥，我愿意。听到了年薇的话，我一把抱住她，紧紧地抱着。这么好的姑娘是我的了。第二天上班，M 先生把我喊到了办公室，表达了对我的赞赏：小吴啊，这次新游戏你做得非常好，我看出你是一个重感情和有能力的人，放手去干吧，年轻人。我相信这个新项目在你手里一定会成为爆款。得到了大老板的肯定，李阳他们也很顺利地被我招成了工作室的一员。这几个小伙子是我一手带出来的，我清楚他们的能力和为人。新项目是一个大制作，除了后台代码以外，玩法也非常重要。我们做程序员的一直都听策划要做什么，我们就写什么功能，没太多自主性。现在机会摆在这里，我们决定自己设计出一个让投资人满意的策划案。自原神火了之后，很多大厂都想做一款自己的爆款二次元游戏，组里好几个人喜欢追番，所以我们也把目标投向了二次元市场。时间紧迫，谁先上市谁就能获得先机。在通宵了几个大夜之后，大家在工位上疲惫不堪地睡着了。年薇给我们买了咖啡送上来，刚走到入口的地方，就看到有一个人在用手机拍我们的设计稿。他看到年薇后，慌张地把手机藏到身后。薇薇姐好，我昨晚有事不在，看大家都辛苦睡着了，就想着拍照整理一下稿子。说完就走了。年薇觉得有点不太对劲，把我喊醒，指了指那个年轻人的背影说：师哥，那是你们新招的人吗？我远远地看了一下，不是。怎么了？他刚拍了你们的设计稿。你别急，我去打听一下这个人。不愧是资深 HR， 年薇的行动力很强，
很快打听到了这个是从老东家公司跳槽过来的。我让对方把他喊到办公室，喊了法务去和他对峙。小朋友不惊吓，很快把张德给他钱，让他拍照这事说了出来。原来张德听说他裁掉的那些人都进了 T 厂，愤恨不已，不想让我们那么太平，就想着来偷我们的设计稿。因为他们是已经上线的游戏，而我们是没有上线的，他们可以快马加鞭，在下次更新迭代的时候就把这个玩法上线，到时候等我们立项上线的时候，反而失去了先机。法务知道了之后，建议我报警抓张德，这已经属于商业机密剽窃。我摇摇头，让法务做好起诉的准备，但是先按兵不动。同时警告那个拍照的人，不可以把我们知道了这件事告诉张德，不然我们会送他去坐牢。然后我和李阳他们又写了一些春节活动的设计稿，让他拍照发过去，他只要听我们的话，就当戴罪立功。年威不明白地问我，师哥，你为什么还要继续让他拍照给张德提供思路呀？这都是你们的设计心血啊！微微，你别急。首先，这不是最终版设计；其次，这些设计太纯二次元了。张德所在的项目已经是老游戏，玩家年龄普遍偏大，这么高强度的玩法，玩家不会买账，反而觉得任务压力过大，造成玩家大量流失。年威一点就通，所以你是想将计就计，把他们的游戏搞垮。我的微微就是聪明，我抱着微微大大亲了一口，年威害羞地把头埋在我的怀里。微微，等这件事完了之后，我们就结婚吧。这么快吗？年威抬起头看着我，你都没求婚呢，这不算。微微，幸亏有你一直在我身边，我只想早点把你娶回家。我心里想着，确实不能就这么随意，我要隆重地向年威求婚。我们这边一直关注着张德的游戏公告，果然不出我所料，张德那边加班加点，让程序员把我们的设计玩法赶了出来，还出了一批和我们设计相类似的外观。3D 武侠游戏里出现了一批纯二次元的外观，简直不伦不类。张德还安排运营录了一段媒体采访。我们虽然是一个老游戏，但是我们愿意接纳年轻人，这就是我们给年轻人的见面礼，希望大家能玩得开心。可惜玩家并不买账。首先，这是一款老游戏，引擎年代久远，画面表现早就赶不上市面上的新游戏，所以并没有引流多少年轻玩家，反而让年纪较大的老玩家们觉得受到了忽视，表示难以接受。大儿们带着节奏，纷纷在微博和论坛发起退游抗议。同时，因为之前的老经验程序员都被裁了，为了节省成本，招了一批没什么经验的应届生。上线是在过年前，大家为了过年能按时回家，赶工的时候代码检查不充分，出现了稀缺道具可以复制的问题。很快，原本价值上万的道具在游戏里泛滥成灾。因为过年在家，研发人员没有及时发现这一情况。当运维监控发现的时候，为时已晚，游戏数值系统几乎崩盘，并且因为这些人经验不足，没有提前申请 VPN， 没法远程修复 bug。在毫无办法之下，张德只能停服。在春节这样一个人流高峰，游戏停服对游戏的打击是巨大的。当终于人员到位，回去修复完 bug， 重新开服时，已经无力回天，并且已经崩盘的数值系统，张德并没有相关经验，修复了几次之后依然见效甚微，在线人数屡创新低。老东家那边给我打来电话，要挖我回去处理这个烂摊子，待遇让我随意提，
并且表示一定会对张德采取措施，不会再让他影响我。作为老项目经验最丰富的人，他们把我看作了救命稻草，但是回去就是个泥潭。且新公司对我有知遇之恩，这里还有年威，脑子只要正常的都不会去吃那棵回头草。这个老项目是老东家的血包，这个项目的资金流断裂，影响的是整个公司的资金流。毕业10年，我见证了老东家的兴起，而现在我又看着他的落幕，一时有些唏嘘。很快就听说老东家即将破产，大量裁员。年威和我说，最近收到了很多老东家的人投过来的简历，正好我们工作室正是招兵买马的时候，我愿意给一些因此失去工作的人才提供岗位。你一定想不到，我还看到了张德投的简历，他投给了其他工作室，但是被我看到之后截过来了。哦，这就有意思了。我让他安排了张德的面试。当张德看到门打开的时候，脸上还挂着谄媚的微笑，但是当看到进屋的人是我和李阳的时候，他脸色一下子就黑了。张总，好久不见啊，怎么不认识我们了？我心里觉得终于狠狠吐了一口恶气。张德呀，张德，你也有今天，是不是你们害我？你们明知道那个实习生是拍设计稿时发给我的，你们故意的是不是？他冲上来就想过来打我，李阳制住了他。张总，在裁我们的时候，你一定不知道会是这种结局吧？你们敢耍我，这个面试我不面了。张德气冲冲的就想离开会议室，结果被2个警察叔叔堵住了门。张德，你涉嫌盗窃商业机密罪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张德虚张声势地反抗道：你们有证据吗？我要联系我的律师。我看着他，扬了扬我手里的录音笔，你刚才的话我录了下来，还有之前实习生的口供，他也是证人，并且你把这些设计方案都已经实施上线了，也不属于未遂，有什么觉得冤枉的？我们法务后面会和你律师细聊的。等我说完，张德就被带走了，双肩垂着，再也没有之前嚣张跋扈的气势。吴哥，这算不算恶有恶报？李阳看着他的背影，和我喃喃道。我拍拍他的肩，都过去了，我们要好好开发我们的新游戏了。我一抬头，看到远远看着我的年威，对视的一刹那，他对我笑开了花，我一下变得有些不好意思。李阳啊，在这之前，你们可能需要帮我做件事。我包下了上次我们吃饭的咖啡厅，我买了很多气球还有花，我的好兄弟们帮我布置了整个场地。年威收到消息到来的时候，组里的人们拉响了手里的礼炮，彩色的飘带洋洋洒洒地飘在空中。年威害羞地拿着门口别人递给他的花束来到了我面前，水汪汪的眼睛里好像点缀着星星。我单膝跪下，举着手里的戒指。微微，谢谢你一直支持我，在我落魄的时候，是你一路支持着我，我会好好努力，宠爱你，共同组建我们的快乐小家。我爱你，嫁给我好吗？年威激动地落下泪来。师哥，就算你在低谷，那也是你偶尔的蛰伏。你那么优秀，我永远相信你，我也爱你，我愿意。我给年威戴上戒指，和他在人群的起哄中紧紧相拥。都说35岁是职场的分水岭，但是我在这一年有了我的事业，有了我的微微，未来还会有我们可爱的孩子，未来的人生之路，我再也不会孤单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